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。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深纳美种植，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第一点，深纳美种植 Sime Darby Plantation Berhad 简称 Sime Plantation 成立于2004年4月，在2017年11月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，是种植板块中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，也是 KLCI 30大成分股之一。Sime Plantation 是世界上最大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商，专注于卓越运营、研究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，拥有的土地储备高达70万公顷以上，生产超过200万吨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，目前拥有大约8万名的员工。第二点，Sime Plantation 身为全球最大的油棕种植公司之一，其业务遍及世界各地的15个国家，包括位于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中东地区、美洲和大洋洲。Sime Plantation 的业务分为2个部分，那就是上游业和下游业。上游业的业务主要是指种植的部分，有高达7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储备，是位于马来西亚、印尼、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，而其中大约75%用于种植棕油，剩余的种植面积用于橡胶和甘蔗种植园以及养牛和牛肉生产。至于下游业的业务，就是提供定制解决方案来生产优质精炼油脂产品，包括贸易、制造以及销售和营销油脂产品、油脂化学品、棕榈油基生物柴油、营养保健品和其他棕榈油衍生物。第三点，Sime Plantation 在分拆上市之前，一直都隶属于其母公司 Sime Darby Berhad 众多业务中的其中之一。在2007年时 ，Sime Darby Berhad 通过一家被称为 Synergy Drive 的特别用途公司，将旗下的种植业务和 Golden Hope Plantations Berhad 以及 Kumpulan Guthrie Berhad 进行大合并，成为全世界种植面积最大的上市种植公司。后来到了2017年，也就是差不多10年后 ，Sime Darby Berhad将旗下的种植和产业部门分拆上市，从1家变成3家独立运营和上市的公司。第4点，Sime Plantation 是一间关联公司。从公司的2020年的年报可以看到，公司的3大股东已经占据了68%的股权。EPF 和 KWAP 大家应该不陌生。至于 Amanah Raya Trustee Berhad 呢，其实就是 Amanah Raya Berhad 的全资子公司，而 Amanah Raya Berhad 就是由马来西亚政府全资拥有的。Sime Plantation 身为一间关联公司，有着政府做其背后的大靠山，生意不会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股价也很少有大波动的情况，因为政府很少会一下子大量收票丢票的，只是没什么波动的股价会比较闷而已。感觉上关联公司好像没有什么风险，但是其实历史上还是有不少关联公司是存在这弊端的，比如说玲珑集团、马来西亚航空、马化控股、宝腾控股、一马公司等等。就连 Sime Plantation 前母公司 Sime Darby Berhad 也有着不太光彩的经历，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。所以说关联公司有好处也是有坏处的，就看各位是怎么想的了。第5点，Sime Plantation 在环境、社会与监管方面正面对着庞大的压力。在现今的时代，一家公司除了要有获利能力，也必须要在环境、社会与监管方面拥有良好的成绩，而这对 Sime Plantation 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。这是因为种植棕油这类活动会造成大规模森林损失，加剧气候变化，降低了重要的生态系统调节功能，摧毁婆罗洲猩猩和苏门答腊老虎等物种的栖息地等等。除此以外，一些雇主也为了节省成本，选择放火燃烧再种植，导致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工人们也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。虽然这些活动不一定是 Sime Plantation 的所作所为，但是同行的举动却使到种植棕油的声誉受影响。棕油也被认为是一种不环保和不可持续的产品，就好比欧盟在2023年开始限制使用棕油，并计划在2030年之前逐步停止在运输燃料中使用棕榈油，还有遭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指责涉嫌剥削油棕园员工，将扣押和禁止棕油产品出口到美国等等。当然 Sime Plantation 也有积极处理和对外劳做出合理的补偿，但是以目前欧盟没有解除限制禁令，而美国持续扣押和禁止油棕产品来看， Sime Plantation 在环境、社会与监管方面还有待加强。第6点
Sun Plantation 的股价会受到中油价格影响，这是当然的吧？毕竟 Sun Plantation 所拥有的土地有75%左右是用于种植中油，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中油价格在短时间内暴涨起来了呢？原因有很多种哦，比如近期马来西亚多州惨遭水灾袭击，导致作物遭到摧毁，劳工短缺问题悬而未决，俄乌战争导致葵花籽油被迫减产，拉尼娜现象导致南美洲的大豆减产和播种推迟，印尼限制中油出口量等等。但是这些现象都是暂时性的，所以目前处于高位的中油价格也会是短暂的。而选择在这时候入手中油股的股友，有可能要有被套几年或几十年的心理准备。毕竟现在的中油价格可是自1980年以来的新高点范围。第7点 ，Sun Plantation 的派息率最少是盈利的50%。这资料可以从公司的 IPO 招股书中找得到。是说从2017年的7月开始，公司就会将最少50%的盈利当做股息派给股东们。要计算公司的派息率，其实也并不难哦，只要将 dividend per share 除以 earning per share 就行了。当然，如果要变成8%，就要乘以100咯。根据公司的2020年年报显示，从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的5个财政年当中，有1年是不达标的，只有47%而已，其他都维持在60%以上的派息率，算是很不错了。第8点 ，Sun Plantation 是一间拥有着庞大债务的公司。从公司最新的季度报表提供的数据，公司的总贷款有超过60亿以上，当中的短期贷款就占了超过1/3，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美元来计算的。但是如果看看公司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的话，只有0.35而已。一般而言，只要低于1.0的话，就是代表是安全的。所以说，虽然公司有这几十亿的贷款，但是整体而言还是没问题的。第9点。Sun Plantation 是一间常年盈利的公司，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公司在上市以来至今也是有过亏损的时期，不过也仅仅是1个季度而已，那就是在2019年的第4季度。根据当时的季报，因为公司脱售了利比亚业务，所以业绩受到了一次性的资产减值费用的影响。其实回顾以前的年报，可以发现利比亚的业务是在亏损的，也拖累了公司的整体业绩表现。而公司也在2019年开始就有打算脱售利比亚的业务，现在脱售了，可以算是解决了拖累公司财务表现的长期问题。第10点 ，Sun Plantation 近期的业绩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哦。从公司的第4季度报表可以看到，营业额增长了大约53%，主要是因为全方位的增长所致，包括了上游和下游业务、其他运营以及低非经常性损失等等。至于经营力方面，则是因为强劲的中油价格的关系，所以这季度的经营力按年增长了2倍以上。另外 ，Sun Plantation 的董事总经理也在季报中说到，会致力于解决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所带来的挑战，并且确保员工的福利和福祉得到保障。同时，也寻求通过减少对体力劳动的依赖，如将种植业务机械化、自动化和数字化，以解决当前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。以上就是关于 Sun Plantation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